老年人来说，最好的生活就是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不要随便被人打扰，也别去打扰别人。如果有兴趣爱好，大家就去外面聊天，在餐馆聚餐，在公园散步，在广场上跳广场舞。家是一个相对私密的地方，除了自家人，别人随便进出不见得是好事。最可怕的是，一些老年人引狼入室，丢了钱也丢了感情。再则，老年人在家做饭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家里有很多人吃饭，主人肯定会累到腰酸背痛，更可气的是，客人还嫌弃饭菜太差。人过60，不要去以下几种人家里做客，也不要让他们来自家做客。第一，自以为了不起的老同学。很多老年人喜欢参加聚会，大家都想看看老同学长得啥样，生活有什么变化。同学聚会表面上很热闹，其实是那些喜欢显摆的人在唱高调，把自己吹成了大神。更可气的是，一些一辈子没有混出名堂的同学被别人碾压，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60多岁的人事业已经到了尽头，身体也走了下坡路，还在互相吹捧，有什么意思呢？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朋友自吹自擂吧，你不和他们交往便是了。第二，瞧不起人的亲戚。网上有这样一句话，亲戚也就是亲戚，也仅仅是亲戚。一般来说，亲戚就是有血脉相连关系的人，亲不亲都是丢不掉的关系。作为60多岁的人，你也是长辈了，这一辈子有没有做出成绩是一回事儿，别人是否尊重你是另一回事儿。那些趋炎附势的亲戚，表面上喊你爷爷奶奶，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其实瞧不起你，认为你是一个穷亲戚。这样的亲戚，你和他交往，他只是在你面前吹捧自己，然后让你和儿女都抬不起头来，互相串门就大可不必了，何必看亲戚的脸色呢？第三，曾经天天见面的同事。老同事曾经天天在一起上班，有合作的机会，也有吵架的机会，还有互相算计抬杠的时候，永远不必把同事当成朋友。不管同事对你多好，多半是表面上的好，在利益面前，同事就会原形毕露。大家都是为了升职加薪，凭什么要礼让？同事其实是因为某种利益不得不在一起共事。退休了，人走茶凉，何必再和同事扯不清呢？第四，给你脸色看的上司。我的一个校友退休之前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，他的上司对他并不友善，但是为了谋生，他不得不低头。上司喜欢打麻将，因此校友就投其所好，陪上司一起打麻将。当然，打麻将是假的，阿谀奉承是真的。校友常常输钱给上司，让上司开心。退休之后，校友碍于面子，还会常常去原来的上司家里打麻将。校友的妻子非常气愤，凭什么要输钱给他？你还想被提拔啊？做梦吧！妻子一句话惊醒梦中人，校友下定决心和上司断交。老上司要尊重他，但是要看他是谁，人品如何。一辈子看人脸色真的没有必要。退休了，任何人都是没有级别的，谁要是高高在上，你就疏离他。第五，唉声叹气的老人。如果你的家里有一个老人常常叹息，认为自己过得不幸福，家庭很倒霉，你的心情肯定不会好过。人过60，谁没有一点点小病痛？谁对儿女没有抱怨？可是叹气有什么用？还是要往前看，把身体保养好，让心态变好。身心健康的老人才会长命富贵。第六，唯利是图的商人。为什么很多老人容易受欺骗？说到底就是过分相信那些不良商家了。很多商人为了赚钱，使出了一些阴毒的招数，比如说过分吹捧某些东西的价值，让老人以为是宝贝，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欺骗老人。人过60，要学会捂住钱袋子。对于那些推销东西的人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让他进门，更不要去他家做客。第七，多年没有来往的老熟人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。很长一段时间不见面的人，可能会混得更好了，让人难以置信。可是你别想多了，很多人过一段时间就变坏了，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人。前年冬天，我的大伯父在省城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乡，2个人用家乡话聊天，倍感亲切。大伯父把老乡请到家里吃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老乡离开了，顺手就带走了一条金项链。老熟人多年不来往，就不要来往了，不要用当初的眼神去看他，要学会怀疑他。
第8，无缘相守的恋人。过去爱过的人也就不要当真了，哪怕是约定了要重逢，也随缘吧。知道对方过得很好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对方过得不好，也不要常常去帮助他，毕竟你和他不是一家人。你对无缘的人很友善，还请他来家里做客，你让儿女和爱人如何做人？你去无缘的人家里做客，你怎么让家人放心呢？学会一刀两断，和老伴儿牵手到老，和儿女好好相处，不要弄丢了家庭，损失了福气。人老了要懂得互不打扰的社交潜规则。此外，人过60，不要和好酒贪杯的人、违法乱纪的人、喜欢哭穷的人、喜欢挑拨离间的人、并不友善的邻居、有洁癖的人互相串门。最好的生活不是天天高朋满座，而是和家人暖融融的在一起，圈子不在乎大小，而在乎温度。